銀行執笠真係絕對唔係咩奇事嚟㗎。美國每年平均有25間銀行執笠㗎。我哋咁辛苦揾錢，擺錯地方可以突然間冇晒㗎。上一集講咗銀行絕不安全背後嘅真正原因，但係知道危險咁又點樣呢？好多留言喺嗰集都表示唔知實際可以點樣做噃？唔通一個仙都唔擺落銀行度係最安全？連銀行都俾人話危險嘅，仲隨時會執笠添，存款保障又唔夠，啲錢擺邊都好似冇着避彈衣咁暴露於空氣之中，一中招就玩完喎。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如果銀行倒閉，喺倒閉之前我哋可以做嘅4件事。現金又話貶值，債券又話違約，唔通真係要投靠 crypto 先至有出路？到底世界上有冇一個真正安全鎖可以真正保護自己嘅錢呢？記得要聽到最後啦，因為去到最後會歸納一個最關鍵嘅結論。中意我哋嘅內容嘅，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搶先睇啊 ！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等多啲人了解更加多嘅投資理財知識啊！後生時以為聽個 number 攞 tips 就可以發達，結果輸到欠債80萬。後來發現基本分析配合技術分析，出入市先係王道。講求買乜嘢、幾錢買、幾時買，以時間累積財富，最終以超過1億資產財務自由。我喺度分享我嘅翻身故事。上一集已經深入咁討論過，擺喺銀行絕對唔係安全呢一個咁顛覆性嘅睇法。睇大家啲留言同反應，其實都睇得出大家都非常關心自己嘅錢財嘅，只係唔知道用咩方法去保護啫。既然上集係講出問題，今集就延伸埋出去，講下點樣解決。從大家一啲 comment 中抽出一啲睇法，逐一睇現金、銀行、債券、crypto 邊樣先至係最安全。繼以物易物之後，人類最原始嘅交易就係現金交收。現金摸得到、睇得到、聞落去特別有安全感，好似賭俠周星馳同華仔咁啊嘛，擺到成台現金晒冷先至有 feel 嘅。所以真係唔怪得啲長輩中意將啲現金擺晒屋企床下底，又或者10年前個月餅罐入邊嘅。呢兩個朋友嘅留言講出重點啦。現金方式擺到明唔係最安全嘅方式，因為新聞都有報啦，啲錢可以喺火燭嘅時候俾火燒，家賊難防俾人偷，仲有俾蟲咬、俾老鼠咬，熊熊烈火，白蟻同老鼠係唔會考慮你儲錢嘅習慣噶嘛。而就算你話你屋企30年都冇試過火燭都好啦，以為安然無恙，其實啲錢一樣係俾火燒緊噶。呢場火叫做通貨膨脹大佬，唔使講到咁遠啦。我哋淨係講30年前1993年用嘅100蚊就買到嘅嘢，2023年你估下要用到210蚊先買到啊！我再係講緊平均通脹咋，唔係講緊房地產添。銀紙放得耐，就算你乜都唔做佢嘅價值一樣好似一支香俾火燒咁樣，逐漸化灰，同真實嘅一隻老鼠咬根本係冇分別噶啦。所以好明顯現金一定唔係 the best choice。呢個道理相信大家都理解噶。於是絕大部分人都會識得用下一個方法去 keep 住啲錢，而呢個方法就係銀行存款啦。將一張張嘅紙鈔錢變晒做數字，而銀行為咗獎勵呢個行為，仲會定時定候派息俾你添。錄片嘅時候，香港唔少銀行3個月定期仲做緊5厘息添，而更恐怖嘅係活期都可以做到5厘息而且仲有先取利息呢啲新玩法添啲招數千奇百怪，慌死你唔敢擺錢落銀行度咁樣。對於絕大部分嘅人嚟講，銀行就好似一個有人返工嘅夾萬咁樣，只要肯擺錢落去就有息收啦，又安全又容易操作，真係諗唔明有咩道理唔存錢落銀行度嘅噃。不過事實又係咪咁呢？冇錯，銀行會幫我哋 keep 住啲錢，仲有息收。就算明知銀行保管住你啲錢嘅同時，其實利用緊你啲錢借出去，幫自己賺更多錢都好啦。聽落去都依然係 win-win situation 啦。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呢一個雙贏嘅局面係建基於一個有裂縫嘅金融體系？2008年雷曼事件
2023年矽谷銀行倒閉就係最出名嘅兩個實例。銀行本身並唔係完美無瑕㗎，點都存在風險。詳情喺上一集已經提過晒㗎啦，今集就唔重複啦。有興趣記得返去睇返啦。好啦，就當問題啦，唔係出現喺銀行執笠，都仲要解決多一個問題，就係提款嘅困難度。喺香港 ATM 撳錢，每日提款上限一般係2萬蚊左右啦。假設你咁神心專登走去申請提高上限，以恒生銀行為例啦，每日提款上限最多都係8皮嘅啫，而每日轉賬限額最高係999000蚊。你用得銀行就注定唔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咁撳錢噶啦。其實喺瑞典已經實行緊無現金社會啊，唔夠10% 交易係現金，其餘都係電子支付。ATM 就梗係越嚟越少啦。一般鋪頭唔收 cash 噶。如果金融系統係冇問題嘅話，咁當然相當無事啦。但係貨幣電子化齊做貨幣共同體，一出事真係好難甩身噶啦。強調翻先，我唔係叫大家從此唔用銀行，拎晒啲錢出嚟。喺現代社會要咁做幾乎冇可能啦。我自己當然都係有擺錢喺銀行度啦。不過喺現今嘅金融社會洗腦底下我哋竟然仲會認為銀行係無敵無瑕疵噶。而我哋利用銀行定係俾銀行利用係兩回事嚟噶。我唔想因為懶同貪方便賺下息就放棄咗思考。既然銀行都唔係完全可靠，有一班聰明少少又願意冒少少險嘅人開始諗到啦，可以將部分嘅錢放喺呢個被稱為無風險資產嘅地方，就係國家債券啦。可以抗通脹，幫啲錢着住幾層防彈衣，咁仲唔係最安全？國家評級可以被調低，大公司可以都違約噶嘛。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俾無風險資產呢個詞誤導啊！佢只係代表極低風險或者相對低風險嘅投資工具。無風險資產同100% 冇風險嘅資產中間係唔可以畫上等號㗎。世界上根本係冇一種投資係絕對零風險嘅。睇下呢個表就知道，國家債券違約率並唔係真係0%。過去30年累積違約率嚟計主權評級係 A grade 嘅國家，每10年就有3.3% 違約㗎啦。A 買債券就好似你同朋友之間嘅一段信貸關係，朋友仔急需要錢，而你又肯借俾佢嘅話，佢向你保證一定會到期還錢，仲會俾多啲額外少少回報你做補償添。假設佢到期還到錢，咁 OK， 我當你做咗一個 good deal， 而且鞏固咗友誼添。但係如果佢真係還唔到錢，仲走埋佬呢？投資唔係太陽從東邊升起呢類恆常必然嘅道理，只要牽涉人就一定有變數嘅。買債券都係一樣，就算你願意喺呢方面做足功課，都唔應該同埋唔好信晒呢種資產。而家一直講到啲錢擺喺邊度都唔鬼安全嘅，全部都係中心化制度嘅錯。有留言就提到呢一種資產 ，all in Bitcoin 啦，可能未來Bitcoin 比銀行更安全啦。去中心化嘅加密貨幣 Bitcoin 呢啲嘢咪最安全咯。呢個仲唔係最好選擇？嗱，我只可以認同一半啫。all in Bitcoin未免係太過激進啦。作為一個對自己負責任嘅投資者，無論如何都唔會 all in 任何嘢㗎。不過我認同未來 Bitcoin 或者 cryptocurrency 係有機會比銀行更加安全嘅，因為 Bitcoin 係對抗緊銀行而存在㗎嘛，冇中央機構嘅干預，所有交易記錄都係公開透明嘅。好似一本全球數簿俾大家隨便睇，而傳統銀行系統係高度集中嘅。銀行入邊內部發生嘅事，使鬼同你交代咩？我哋真係知條鐵㗎啦，一齊都係講個信字㗎咋。一個故障或者人為意外你戶口入邊可以突然間尾數嗰8個0即刻變做2個0都得啊！只要你擺錢落銀行度，啲錢嘅控制權其實就唔到你控制。
不過咁，加密貨幣都有佢缺點㗎，令我哋咧覺得未適合將大部分嘅錢轉晒落比特幣呢類嘅加密貨幣入邊。而且啦，仲有一個世紀漏洞㗎。今集篇幅有限，之前咧都拍過一集廣告㗎啦，詳細可以去翻嗰邊睇。先唔講你買比特幣係為咗投資啦，就算係當你純粹買嚟擺啊，用嚟保值都好，你至少要對區塊鏈技術、加密貨幣錢包有一定了解，仲要有網絡安全意識，唔好因為無知俾人偷晒 Bitcoin。另外，由於本住去中心化嘅宗旨，你唔可以用幣安呢啲嘅中心化交易所，所以要研究埋 DeFi、冷熱錢包、智能合約、流動性、抵押品，全部概念咧都要時間學習㗎。咁短時間聽唔明咧係非常正常嘅，因為加密貨幣本來就係有佢嘅門檻，需要時間學習㗎。未了解就轉晒啲錢入去，喺我眼中啊，絕對唔係恰當嘅選擇。一級方程式啊，都係有門檻嘅運動啦。一見到架車啊，就以為自己好勁，衝入去揸，自殘機會甚高啊！講到呢度啊，我都嬲嬲地啦，好似都未講到咧一個擺錢最安全嘅地方。其實啦，我唔係專登帶大家遊花園㗎，因為終極答案根本就係藏咗喺以上內容入面。到底將啲錢咧放喺邊度先係最安全呢？俾3秒時間大家諗下。心水清觀眾，你都估到答案㗎啦。答案就係以上皆是啊，分散風險咧先至係最安全。唔知大家有冇發現，以上想講嘅嘢都唔係絕對安全。因為啦，世界上根本係冇一樣嘢係100% 冇風險㗎，亦都係因為咁，最傳奇嘅投資高手都將分散風險放喺第一位。而家你要明白呢個唔係口號嚟㗎，係現實。橋水基金 Ray Dalio 嘅全天候策略，專門出產指數 ETF 嘅 Vanguard 創辦人 John Bogle， 耶魯大學投資辦公室，甚至香港金管局嘅外匯基金等等，佢哋投資組合必定會打散，將分散風險考慮在內。猶太古籍啊，塔木德裏面寫到啦，每個人啊將錢分成3份，1/3投資喺土地上，1/3投資喺業務上，1/3作留儲備。其實呢啲傳統智慧一早就提醒咗我哋，係爭在我哋冇聽晒入耳，同埋啦做出嚟咁解啫。所以啦，開頭同大家講嘅4件事，其實真係有啲 tricky 嘅。但係我就係故意要大家逐個了解下呢4件事都有缺點，咁你先至要完全明白分散風險咧，先至係最安全方法。我哋連自己聽日可唔可以準時起到身，某一次帶隻狗去散步會唔會隨街便便都唔知啦。我再強調多次，投資唔係太陽從東方升起呢啲恆常必然嘅道理，沒有絕對，只有應對。至於我自己嘅做法係將啲錢分散喺今集提到嘅4樣嘢入邊，即係現金、銀行存款、債券、加密貨幣。除此之外，仲會唱啲外幣啦、投資股票啦。另外有留言提到嘅黃金、房地產呢啲實物啊，其實我都有持有嘅。資產配置其實係有概念㗎，我已經整理好擺咗喺我投資系統入邊㗎啦。我個免費嘅1個鐘財務自由工作坊 training 下面咧已經擺咗連結同埋 QR code 㗎啦，大家有興趣不妨咧去報名聽下。臨尾問大家一條問題啦，你覺得自己咧係咪真係明白咩叫分散風險呢？ A 聽完咧都唔係好明㗎，我都係買翻指數 ETF 㗎咋。咁都算避開啲風險啩。B 搞咁多做乜鬼嘢啊？咁麻煩，直接 all in 我老公或者老婆咪得咯。C 梗係明啦，我有晒 Excel 計住我啲股票存款各樣投資嘅比例㗎。D 係其他。歡迎咧大家喺下面留言區解釋你答案，或者寫低想我同大家講其他乜嘢嘅題材啦。今集內容去到呢度啦，都應該咧解答到大部分上一集留嘅留言㗎啦。中意呢條影片嘅記得訂閱呢個頻道。Like 同埋 share 我條片，就有更多人咧知道呢類嘅投資理財教學㗎啦。投資唔係大學嘅專利，下次見大家，拜拜。